Hello， 大家好，我們今天來聊一個我認為正在徹底翻轉我們工作方式的大事，那就是所謂的 AI 代理人時代真的來了。好，在我們開始之前，先來想一個情境好了。假如哦，你的公司今天來了一個新同事，這個同事他可以24小時，一周7天都在工作，完全不用休息。重點是還不用付他薪水，而且他還能同時操作你公司所有的軟體系統。你想想看，這會是什麼樣的場景呢？你可能會覺得，這聽起來根本是科幻電影的情節吧？但這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這件事情現在就在發生。而且OpenAI 的下一個大模型，代號叫 Spout， 聽說再過幾個禮拜就要出來了。OK， 我們來看這個數字 72%， 這個數字到底代表什麼？它其實非常非常驚人。這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4.6 這個模型在一個叫做 OS World 的測試上跑出來的成績。那這個 OS World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AI 的電腦駕照路考，是業界公認最難的。拿到 72% 的完成率，白話文就是說，他已經可以在一個真實的電腦桌面上自己搞定大部分的辦公室雜物了。沒錯，就是自己搞定。好，那大家一定會好奇，這到底是怎麼辦到的？是什麼樣的技術突破，讓 AI 突然之間變得這麼厲害？關鍵就在3個底層的根本性的轉變。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AI 從只會說話進化到會動手了。以前的語言模型你問他答，現在的行動模型它真的會去用電腦，開檔案、點滑鼠、打字都會。再來第二個，出現了一個叫做 MCP 的協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把萬能鑰匙。有了這把鑰匙， AI 就能打開並且使用超過3000種不同的企業軟體，超厲害。最後第3點，我們看看 OpenAI 在幹嘛。他們把原本要開發 Sora 的資源都轉去開發 Agents， 也就是代理人。這個動作本身其實就已經說明了他們認為這東西的價值有多巨大。OK， 所以我們現在來聊聊最核心的問題了。為什麼我會說 AI 代理人不只是一個比較厲害的工具，或者說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技術升級？不，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遊戲規則改變者。要理解這件事我覺得可以借用一個概念，是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提出來的，叫做系統1跟系統2思維。很簡單，系統1就是我們的直覺反應，非常快，像反射動作一樣。那系統2呢，就是深思熟慮，需要動腦，需要邏輯，一步一步來的慢想。過去的 AI， 老實說，基本上就是系統1。你問他一個問題，他給你一個答案，這是一種很快的反射。但是現在的 AI， 它進化出了系統2的能力。這代表什麼？代表他懂得規劃，懂得自我修正。如果發現走錯路了，他會自己倒回來找新路。這就意味着 AI 終於可以處理那種很複雜、需要一步一步規劃的任務了。比方說，叫他去分析一份幾百頁的財報，然後做個摘要報告，他現在辦得到了。但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還沒。接下來這個多代理人架構，讓整個事情的等級又往上跳了一層。如果說系統2的出現是讓一個 AI 從普通人變成了頂尖高手，那麼多代理人架構就是把這個頂尖高手變成了一整個 AI 部門。你想想看，裡面有一個總監負責協調，然後把任務分派給底下的專家 AI， 有的負責寫程式，有的負責分析數據，有的負責做簡報，最後再把成果彙整起來。這是不是很像一個團隊在運作？而且這不是隨便說說的哦，在一個專門給軟體工程師的超難測驗，叫做 SWE Bench 裡面，這種 AI 團隊解決問題的成功率超過了 80%， 超過80%，這是什麼概念？意思就是以前那種需要好幾個資深工程師開好幾次會才能搞定的複雜 bug， 現在 AI 團隊自己來，10次有8次能搞定。好，技術講完了，但我們都知道
真正能夠引爆一場產業革命的，永遠是最後也最殘酷的那個因素——經濟。就像畫面上這句話說的，這不是10%的效率提升，這是數量級的成本結構重組。這句話非常關鍵。你看這張圖，真的不用多說什麼。在美國，一個企業分析師年薪大概是15萬美金，那一個頂級的 AI 代理人一整年用下來的費用大概多少？24000塊美金。算一下，成本連1/6都不到，但是生產力是全年無休。所以你想想，如果你是老闆，這還是一道選擇題嗎？不，它已經變成一道攸關公司存活的必考題了。好，講了這麼多，我們大概知道這一股浪潮有多大了。那麼接下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根據現在的趨勢來做幾個比較具體的預測。首先，短期內大概就是未來1個月左右，我們應該就會看到 OpenAI 的 Spud 正式亮相，到時候大家就能親眼見證它操作電腦的能力。接着再拉長一點看，1到3個月內，一些比較初階的白領工作，像是金融分析師、法務助理，他們的招聘需求，我認為會開始出現結構性的下降。但同時，一個全新的職位會崛起，叫做代理人協調工程師。當然啦，凡事總有變數，最大的風險可能就是法規，特別是像歐盟的 AI 法案，可能會讓這項技術在金融、醫療這些管得比較嚴的行業推廣速度慢一點。好，聽完這些，可能有些人會開始有點焦慮了。那面對這波大浪，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呢？別擔心，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針對3種不同的角色，你的戰略手冊應該是什麼？首先，如果你是投資者，我建議你專注在2條主線上。第一種是賣鏟子跟牛仔褲的。什麼意思？就是提供 AI 代理人基礎設施的公司，比如向量資料庫、協調框架這些，不管誰淘到金，他們都賺錢。第二種是家裡有礦的，也就是那些手上握有高品質獨家數據的公司，特別是在法律、醫療、金融這些專業領域。記住，這些獨家數據在 AI 時代就是最深最寬的護城河。好，那如果你是企業的領導者，是老闆，你現在最緊急要找的人才，不是傳統的工程師，而是懂得設計 AI 代理人工作流程的專家。我的建議是，馬上今天回去就開始盤點，公司裡有哪些工作是高度重複，而且會產生大量數據的。這些地方就是你導入 AI 代理人最快能看到投資回報的灘頭堡。最後，如果你跟大部分人一樣是個專業工作者，拜託不要再問 AI 會不會取代我這種問題了。你應該問自己的是，在我的工作裡有哪些事情是 AI 代理人做不到的呢？你未來的價值就長在那條邊界上。然後把那些 AI 能做的事情勇敢地交給他，利用它，讓你那部分的生產力直接放大3倍甚至5倍。OK， 到這邊我們很快地幫大家總結一下今天分析的幾個關鍵 takeaways。這場革命之所以會發生，背後有3個核心引擎。第一是技術突破 ，AI 學會了系統2的規劃能力。第二是規模化。多代理人架構讓 AI 從一個很強的個人變成了一個很強的部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引爆點，就是經濟誘因。巨大的成本差距讓企業採用 AI 代理人不再是選擇題，而是攸關存亡的必答題。所以在今天節目的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給大家回去思考一下。當 AI 不再只是一個你使用的工具，而是變成你旁邊的同事時，你要怎麼重新定義你的團隊、你的策略，還有你自己的職業生涯？今天我們分享的內容是綜合分析了像是 Medium 上的文章、Anthropic 的工程部落格，還有 Oswald 跟 SWE Bench 這些公開的基準測試報告，以及歐盟 AI 法案的官方文本。希望今天的整理對大家有所啟發。我們下次見。